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志林，欢迎来到健康之道。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很多人都忽略的话题，怎么存钱才更合理？您是不是也这样？去银行存钱的时候，柜员问您要存多久，您想都不想就说存3年，利息比较高，然后把所有的钱一口气都存进去。如果您是这样做的，那我必须要告诉您，您可能可以思考一下更灵活的方式。您考虑了长期利率，但同时也限制了资金的流动性。万一家里突然有急事，孩子要结婚，孙子要学费，或者自己身体不舒服需要一笔医疗费，您不得不把这笔还没到期的定期存款提前解约取出来。那您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银行通常会按照当下的活期利率来给您计算这笔提前支取款的利息，前面存的那段时间就无法享受到原定的定期利率了。您说说看，这是不是有些可惜？所以今天志林要在这里分享一个银行内部人员自己也在参考，但是较少主动详细向客户说明的资金规划方式。只要换一种存法，不需要您多拿出1分钱本金，您的资金安排可以变得更灵活，同时也可能有助于管理利息收入，而且资金需要时可以动用，尽量降低因提前解约导致的利息变化。这个方法就叫做阶梯存钱法。等一下我会一步一步非常详细的教大家怎么操作。如果您是第一次看到我的影片，觉得志林讲的话挺实在，对您有帮助，麻烦您在评论区打个1，或者留句话跟我打个招呼，顺手点一下订阅按钮，这样我们的缘分就不会断，我以后就能经常和大家见面，持续和大家分享实用的资讯。好了，我们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正题。说到存钱这件事，我们台湾的长辈们绝对是最有经验也最认真的族群。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经济起飞，也经历过省吃俭用的日子，一辈子的积蓄来之不易。正因为如此，我们对钱看得特别重，最讲究的就是安全2个字。什么股票啊，基金啊，那些听起来会涨也会跌的东西，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敢碰，心里不踏实，还是觉得把钱存在邮局、存在银行比较稳妥，看着存折簿上清清楚楚的数字，心里才安稳。但是啊，管理资金光有安全的观念还不够，还需要灵活的方法。我发现很多老朋友去银行柜台办业务的时候，经常会陷入一个思维误区。柜员小姐亲切地问：阿姨、叔叔，这笔钱打算存多久呀？您心里一想，这钱反正暂时用不上，放着也是放着，那就存个期限长的吧，3年利息比较高。柜员通常不会多说什么，很快就帮您办好手续。您拿着新的存单或存折回家，心里觉得自己做出了一个合适的决定，设定了未来3年的利率。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能100%保证未来3年里家里不会有任何需要用到大笔现金的事情发生呢？可能是子女创业需要支援，可能是自己或老伴突然生病住院需要押金，也可能是家里有什么急需修缮的地方。等到您真的急需要用钱，跑到银行说要把这笔定期存款取出来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因为没有到期，这在银行术语里叫做提前解约。银行的规定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定期存款只要提前支取，通常所有的利息会改为按照支取当天银行公告的活期储蓄利率来计算。我们来简单算一笔账，您就知道差别有多大了。假设现在3年期定期存款的利率是 1.5%， 而活期存款的利率大概只有 0.1% 左右，这中间有明显的差距。比如您存了30万元新台币，原本指望3年后能拿到大约13000多元的利息，可以当做生活补贴，或者出去小小旅游一下。可就因为突然需要用钱提前解约，这笔预期的利息会大幅减少，可能只剩几百块钱。您说这不是可惜了吗？我们省吃俭用存下来的钱，每一分都是心血，怎么能让它因为方法不够灵活而缩水呢？正是为了避免这种让人心疼的情况发生，志林今天要教大家的第一招，也是最重要的一招，就是这个阶梯存钱法。这个方法的核心理念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句老话，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只不过我们不是把钱投到不同的地方，而是把它们分配到不同的时间篮子里。具体怎么做呢？我举一个最清楚的例子，
假设您手头现在有一笔30万元的闲置资金，准备存起来作为养老备用金，按照过去的老办法，您就是一张30万元的存单，直接存3年定期。现在我们换成阶梯法，请您把这30万元平均分成3份，每份10万元。然后第一份10万元，我们去存1年期的定期存款；第二份10万元，我们去存2年期的定期存款；第三份10万元，我们去存3年期的定期存款。这样一操作，您手上立刻就有了3张金额相同，但是到期日不同的定期存单，就像上楼梯一样，第一阶1年，第二阶2年，第三阶3年，这就是阶梯名字的由来。那这样做到底能带来什么好处呢？好处可大了，主要有2个。第一个好处是您的资金变得非常灵活，1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您当初存的第一笔10万元1年期定存，这时候就到期了，本金加利息会一起回到您的账户里。这时候，如果您家里正好需要用钱，比如想帮孙子买个礼物，或者想和老伴报个旅行团，您就可以直接动用这笔刚刚到期的钱，您根本不需要去碰另外那2笔还没到期的20万元。这样一来，另外2笔钱的定期利息就完全不会受到任何影响。您等于是用一部分资金的流动性，让大部分资金继续按计划累积收益。第二个好处更加巧妙，它能让您的资金安排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如果1年后第一笔钱到期了，您查看家里的状况，发现最近都没有什么大的开销计划，暂时用不到这笔钱，那该怎么办呢？这时候，请您千万不要就让它躺在活期账户里睡觉，请您把这笔到期的10万元，连同它这1年产生的利息，一起拿去银行重新存成一笔新的定期存款。而且，我建议您这次直接存成3年期的。为什么要存3年期？请耐心听我继续说。再过1年，也就是从现在算起的第2年，您当初存的第2笔钱，那10万元的2年期定存也到期了。同样的道理，如果家里急需用钱，就取出来用；如果一切安好，没有急用，那么也请您把这第2笔到期的钱连本带利再次转存成一个新的3年期定期存款。时间来到第3年，您最初存的第3笔钱，也就是那10万元的3年期定存，终于也到期了。您猜到了，对吗？没错，请您把这第3笔钱也续存成一个新的3年期定存。现在，让我们来盘点一下，从第4年开始，您手里的财务状况是什么样子的？您的手里依然稳稳地握着3张定期存单，每一张都是3年期的长定期，享受的都是当时市场上的3年期定存利率。但是最妙的地方来了，这3张3年期存单的到期日是错开的，它们分别是在不同年份办理的，所以也会在不同年份到期。从第4年开始，您几乎每1年都会有一笔10万元左右的本金加利息到期可以动用，这就形成了一个有规划的循环的现金流。这个方法最精华的设计就在于，它巧妙地平衡了长期定存收益性和流动性之间的关系。您等于同时考虑了3年期定存的利率，又拥有了1年期定存的灵活性。您再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担心突然有事要动用资金而损失全部利息了。即使真的需要动用，您也只需要动用最近即将到期的那一笔钱，把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这个方法在银行内部，很多员工自己管理资金时都在参考，但是他们为什么不主动告诉客户呢？原因也很现实，因为这对柜员来说操作比较麻烦，要开好几张单子，而且他们有业绩考核压力。有时候为了推销其他金融产品，他们可能就不会主动详细介绍这种看似简单但实际非常实用的方法了。除了这个实用的阶梯存钱法，志玲还要再教给咱们长辈们的2招。这个方法特别适合每个月有固定退休金收入，或者子女每月固定给生活费的朋友。这个方法叫做12存单法。我们很多老人家每个月领了退休金，除去生活开销，总能省下一些钱。这些钱呢，要么就放在活期账户里不动，要么就收在家里的抽屉，觉得钱不多，专门跑一趟银行存定期太麻烦了，利息也没多少。这种想法其实让很多资金没有充分利用起来，积少成多，聚沙成塔。这些小钱闲着也是闲着，为什么不让它也帮您累积一点收益呢？12存单法操作起来非常简单，
您就从这个月开始，每个月去银行一趟，或者用手机银行操作，把您这个月省下来的钱，比如说是5000块、8000块或者1万元，单独存成一张1年期的定期存款单，坚持去做，一个月存一笔，等到明年这个时候，您手里就会有整整12张定期存单，每一张的金额可能不太一样，但期限都是1年。从第2年的第1个月开始，规律的事情就发生了。您去年第1个月存的那张存单正好到期了。这时候，如果您这个月刚好有笔计划外的开销，比如老朋友聚餐或者想买件新衣服，您就可以很从容的把这笔到期的钱取出来用，不会影响生活。如果这个月没有特别的开销需求，那您就把这笔到期的钱，连同它产生的利息，再加上您这个月新省下来的生活费，合并在一起，再存成一张新的1年期定存，就这样坚持下去，您不仅能养成储蓄的习惯，有效管理了开支，而且从第2年起，您会发现，您每个月都有一笔定存到期，每个月都能收到一笔小小的利息收入。这种感觉就像给自己安排了一份月度小惊喜，每个月都有个小小的期待，能让退休生活多一份乐趣和规划。接下来是第3招，我称它为4分存钱法。这个方法是专门设计来应对那种最让人纠结的情况。您手里有一笔钱，但说不准什么时候会用到，也说不准到时候到底会用多少，心里总是不踏实，存长期怕要用，存活期又觉得利息太低，这时候4分法就派上用场了。我们还是用30万元来举例。如果您觉得阶梯法要分不同期限有点复杂，又不想像12存单法那样每个月跑银行，那您可以试试这个方法。您把这30万元分成4份，但这4份的金额不一样，比如第1份存3万元，第2份存6万元，第3份存9万元，第4份存12万元，加起来正好是30万。然后您把这4份钱全部存成同一种期限，比如全部都存1年期定期，或者全部都存3年期定期，看您的规划。这样做的好处在哪里呢？我们来模拟一个场景，万一您突然需要急用一笔钱，比如说是5万元，如果您当初是把30万全部存成一张大存单，那您别无选择，只能把整张30万的存单全部提前解约，30万块钱的全部定期利息都会按活期计算，影响比较大。但是如果您用了4分法，您只需要从您的那4张存单里挑选一张来解约就好了。您需要5万，那就把那张6万元的存单取出来，这样您只影响了这6万元部分的定期利息，剩下的那3张存单3万、9万和12万的，他们还在银行里安安稳稳的继续按照定期利率计算利息，完全不受影响。这就能把您临时用钱所带来的利息变化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好了，3种实用的存钱方法都详细介绍完了，但是志玲还得啰嗦几句，这些是去银行存钱时绝对要注意的关键事项，可以说是无数前辈用经验换来的，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第1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签字前一定要看清楚单子上的每一个字。现在银行的柜员都有各种业绩考核指标，压力不小，有时候他们可能会把一些保险产品或者投资理财产品作为另一种储蓄选择来向您推荐。他们可能会说，阿姨，这个也是存钱，利息比定期高多了，而且现在办还有礼品送您1箱卫生纸或者一个高压锅。您一听利息更高，还有东西拿，心里一高兴，可能就签字了。结果回家仔细一看，那张单据上写的根本不是定期存款单，而是保险合同或者理财产品认购协议。这种产品通常有很长的期限，可能是5年、10年，在这期间您的钱是不能随便取的。如果中途急用钱，非要提前赎回，那就不仅仅是损失利息的问题了，您连本金都可能要被扣除一笔费用，最后拿回来的钱可能少于预期。所以咱们去银行一定要跟柜员明确的说，我只要普通的定期存款，不要保险，不要理财，也不要什么基金。签字的时候务必戴上老花眼镜，仔细看文件上的标题和条款，凡是出现保单、分红、投资风险、预期收益这类字眼的，一律要仔细确认，那通常不是单纯的存款。第2点，关于自动转存这个选项，咱们在办理定期存款的时候，柜员通常会问一句，
到期后要自动转存吗？志玲的建议是，一般情况下，您可以勾选要，这是一个很好的便利功能。万一存单到期了，您正好忘记了这件事，或者那段时间身体不太舒服，不方便去银行，这个功能就会自动帮您把到期的本金和利息再续存一个同样期限的定期，这样您的钱就不会因为到期没处理而变成活期，减少了不便。不过这里有个小细节要知道，自动转存执行的利率是按照您存款到期那天银行挂牌的当期利率来计算的，不是按照您原来存单的利率。如果到期那天银行的利息涨了，那您就按新利率计算，但如果那天利息降了，您也会按降后的利率计算。所以如果您身体还硬朗，手脚也方便，等存款快到期时，亲自去一趟银行，问问最新的利率情况，是一个选择。有时候银行会针对特定情况有优惠活动，您亲自办理，可能能了解到最新的资讯。第三点，可以尝试了解使用网络银行或者手机银行。我知道咱们很多长辈对手机操作有恐惧感，怕按错了，怕被骗，怕钱不见了，这种谨慎是对的。但其实现在的银行 APP 安全性做得已经相当好了，有密码，有指纹，有人脸实时好几道验证。而且银行为了鼓励大家多用线上服务，减轻柜台压力，有时会在手机银行上推出专属利率。同样的一笔1年期定期存款，您在柜台存可能是标准利率，但您在手机银行上操作，有时就能看到针对线上管道提供的利率。您可以让您的子女或者拜托银行的大堂经理耐心地教您一次怎么使用。只要学会了基础操作，以后您在家里坐在沙发上，躺在床上，动动手指就能办理一些业务，不用在刮风下雨、大热天跑去银行排队，既省时又省力，还能多一个了解资讯的管道，一举多得。第四点，稍微提一下关于利息收入的问题。在我们台湾，个人的存款利息收入如果超过一个比较高的门槛，是需要扣缴一笔补充保费的。对于大多数存款不多的朋友来说，一般很难达到那个标准，所以不用太担心。但是如果您的存款总额比较大，那么阶梯存钱法和12存单法其实还有一个特点，他们把您的利息收入自然地分散到了不同的年份、不同的月份里，这样一来，每一张存单产生的单笔利息金额就不会显得特别集中。说到这里，志玲想和大家聊聊理财背后的观念。我们老年人管理资金图的是什么？不是大富大贵，不是一夜暴富，我们求的就是一个稳字，图的就是一个活字。稳是本金安全，不能有闪失，活是资金灵活，要用的时候能拿得出来。我今天详细介绍的这3招，阶梯法、12存单法、4分法，听起来好像有点麻烦，像是笨办法，但它们恰恰是能兼顾稳和活的实用办法，是最适合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规划策略。我们一辈子省吃俭用，点点滴滴积攒下来的钱，每一分都浸透着我们的心血和汗水。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图省事，或者轻信了别人听起来美好的推销，就让我们的财富面临不必要的风险。我们要学会把财务管理的主动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最后，志玲最想对各位长辈说的是，钱这个东西，说到底，它是为我们人的生活服务的，是让我们过得更幸福、更安心的工具。我们存钱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晚年生活更有尊严、更有底气。是想吃点好的时候不用犹豫，是想出去看看世界的时候有能力买车票，是万一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有足够的医疗准备金，不给子女添太大的负担。所以，在我们精打细算、努力存钱的同时，也千万别过分亏待了自己。该享受生活的时候要舍得，该花在自己健康快乐上的钱不要省。只要我们像今天学习的这样，把家庭的现金流规划好、管理好，您就能成为自己家庭财务稳健的掌舵人，安心享受退休后的美好时光。如果您觉得志玲今天这个长长的分享确实讲得还算清楚，对您和家人的财务规划有那么一点点启发和帮助，那我诚恳地请求您动动您宝贵的手指，为这个影片点一个赞。您的每一个赞都是对我继续创作这类实用内容的支持和鼓励。也恳请您把这个影片分享给您的老伴，转发到您的老同学、老同事的聊天群里，或者发给您的儿女们看看，让身边更多的亲朋好友都能了解这些简单又有效的存钱智慧。
大家一起学习，共同进步，一起把养老的资金规划好，让我们都能拥有一个从容、安心、快乐的晚年生活。我是蔡志林，在健康之道频道，在此我衷心的祝愿荧幕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在2026年以及未来的每一年，都能财源稳稳而来，身体健健康康，头脑清清楚楚。愿您的财务规划顺利，愿您的生活安心自在。我们下次再见。